好，慈济啊，这个民进党呢一直替陈时中抱屈，说应该还陈时中公道了哈，所以说要洗白陈时中，巧心说是为了替行政院长铺路啊，将来陈时中要接行政院长啊。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事实陈述，这叫平反嘛，哦，不是要洗白哦。那另外呢，这个刘采薇啊是说，这个你现在当时防疫无能，然后呢逼着民间去采购，否则政府采购就好了。如今呢还有脸回头嘲笑受害者，哦，去笑受害者，骂受害者干嘛呢？这个刘采薇现在是国民党的新的发言人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呢林楚英是说，当时你们抹黑陈时中，说陈时中这个跟你们讲啊，说疫苗要小心这个骗人啊、掮客，你们说是政治诈骗哦，然后呢，现在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哦，不还陈时中公道啊。那联合报的社论是说，慈济受骗，慈济本身也应该检讨，到底它整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哈？但是呢，政府无能，却呢厚颜揽功，还现在一直说自己啊，当时叫你不要受骗，不要受骗，我还有功哈，当时疫苗都进不来，大家这个虚疫苗恐阴了，看一下。沈伯洋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走向只想大位的黄国昌模式。我就是持续专注施政，也说过就会争取年底的连任。那我在基层走的时候，人民反映的，不管是从现在既然要翻过去当时政府阻挡疫苗，到整个毒瘤爆发处理的态度，人民最受不了的是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说谎、包庇、诈骗的模式。回击从毒瘤到疫苗，民进党都盖黑幕，绿营在开疫苗战场。国民党立委徐小新也直言，民进党借疫苗案全力替陈时中洗白，背后可能有政治布局。更预测，如果民进党2026年选情不佳，行政院长卓荣泰可能下台，接任者就是陈时中。我们对于过去的事实的陈述。事实的陈述应该不叫做洗白吧，叫平反比较对吧？我们一直在强调慈济作为被害人，那陈时中部长在当时呢，为了保护被害人而做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先帮铺路、清除障碍物？沈伯洋在帮说话，强调当时陈时中只为保护。梅亮君。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蓝营这么关心接下来行政院长会不会换人，然后换人是谁？一下点陈其迈，一下要点陈时中啊。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想阿中部长在之前疫情的时候确实在疫苗的采购上面，我们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你要说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是可以，但是迫于很多在国际上面、在外交上面的压力。我们要采购疫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有看到联合报社论讲说，这个政府想要厚颜揽功我必须坦白说，在疫情的时候没有所谓功的问题，没有所谓功劳的问题。因为疫情的当下，所有政府该做的事，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不管是防疫的物资或者是疫苗，尽可能的到位。所以没有所谓的功劳，而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但受限于在当时真的非常多的这一些所谓的疫苗掮客，然后还有我们在国际上如果要去采购这一些疫苗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国人达到的是原厂疫苗。第二个，在运送过来的途中要能够安全，这些冷链都能够要符合相关的标准。在这一些过程来中，有非常多的国家也受到很多中国的压力啊，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想要捐疫苗给我们，或者是我们要去采购疫苗的时候，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关卡。那我想。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在当时大家只有共同一个目标，就是要采购到疫苗，让我们的国人能够尽快的有这样子的这个防疫能力嘛，有这样子的抗体，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把这个事情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是谁？蒋万安在2022年选市长的时候，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讲说，这都全部都是阿中部长然后再挡疫苗，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从头到尾，阿中部长就一直在提醒大家，
有很多的疫苗前客，大家要小心。如果有民间想要来采购、协助采购疫苗，当然都可以，可是要记得一定要拿到原厂证明。我觉得这个是对国人的保证，这从头到尾没有所谓党，而是要保证说，即使是民间采购的疫苗，也都有这样子的原厂证明。这是他作为一个卫福部长以及疫情指挥官，我认为在他的位置上面是做对的事情，讲出专业的要求。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点错都没有。小新为什么认为陈时中要去接这个行政院长？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蔡英文前总统他最近接了很多的县市党部的这个主委嘛，然后他们都是同样是英系的。那因为今年的选情看起来对于民进党他是不是那么有利，那他们也要做一些预做准备。那所以我认为就是在他们的布局上面，那如果卓荣泰假设在2026年选后，那他可能要做内阁的调整的话，那陈时中会是蔡英文跟赖清德共同能够接受的人选。但是你要想哦，如果等到那时候才来谈疫苗这件事的话，会在他上任的一开局就被大家讲说3+11破口就你陈时中啊，然后呢挡疫苗就你陈时中，怎么会找这种人来当行政院的院长？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前奏，好，必须要有一个前奏。那我要讲，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坦白的讲，陈时中当初是不是挡疫苗？你就挡疫苗啊，有什么不好讲的吗？你就是挡疫苗啊。当初我就问一下，你今天不要因为慈济，他等于是他今天被诈骗，不是说我付了钱，东西没到，然后或是买了错的东西、假的东西，不是哦。慈济所买的500万剂的 BNT 疫苗都有到货。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打 BNT 的，你可能就是打到慈济给的，那是要谢谢人家，只是说他们在内控机制被人家多收取了一笔没有必要的这个高额费用。这件事情才是现在被调查中的部分，也是慈济他接下来应该要循法律去追讨的。但是我们拿到的 BNT， 我们打到的 BNT， 以及过程当中为了国人的努力，这件事情应该大家还是要感谢慈济、鸿海这个台积电所有努力过程当中要帮忙的。那我们问，如果你没有去挡这个疫苗，如果我们可以买到疫苗，如果你不要用当初这个意识形态，然后去造谣，王定宇当时有没有说什么？这个 BNT 疫苗是香港人打不要的。当初的中办的行政院办公室的蔡培慧，民进党的吧，他怎么说的？他都说那些复必泰都是什么大陆代工的、组装的，这是不是造谣？如果你不要去造那些谣的话，那你不就会更积极的能够去买吗？然后再来，你因为那是上海复兴代理的大中华地区，所以你因为你的政治意识形态才不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好，你不买，那让民间去买总可以吧？那中间卡了整整17天，那17天的过程当中，所有在野的民代也好，很多的媒体人也好，大声疾呼，拜托你给民间团体一个机会，你买不到，那让郭台铭帮你买，让台积电帮你，大家一起努力。那最后是不是来了？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嘛。所以我要讲，陈时中他作为防疫指挥官，在他一开始前期做的时候，做的是不错的。他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吝于给他掌声。但他到后面慢慢开始整个糟心，连德国之声都有讲过，他们曾经德国之声总不会讲说共产党吧，他就写说呢，我们台湾政府没有很积极努力的去寻求疫苗。他们公开发表的新闻，好，那后面整个疫苗弄不出来之后，再把所谓的疫苗的一些文件，他们现在就讲说蒋万安说封存30年这件事情是造谣，然后要求道歉。我念一个曾明忠委员当时的质询，他问薛瑞元说：“你的这个封存30年保密及机密，他说你错了，它不是核定为及机密，那是国家机密保护法。但是呢，他就说。”曾明忠说，审计部拿的资料上面就写保密30年，保密保存30年。薛瑞元说，这个叫做保存30年，但是是密件，什么意思呢？我讲给大家听，它真相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疫苗它有合约上面的保密期限，有的3年，有的5年 ，BNT 10年，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个装在里面的袋子资料文件保存30年的同时，文件在传递的过程你不能打开。然后呢是30年，也就是虽然假设我讲 BNT 10年好了，假设这个合约期保密期限10年到了，但我政府觉得我有保密的需求，我就30年以内都可以。那假设我到时候政府觉得 OK 可以公开了，那我再把它公开。那请问当初去质疑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这些采购资料保密封存30年，到底错在哪里？这个都是立法院公开的文字的记录的，你为什么要去洗人民的记忆？这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我觉得
不管陈时中有没有未来考虑要接行政院的院长，这都是后话。但是我们人民并不笨，我们也不是金鱼脑。2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你让很多台湾人民有伤痛。当初你陈时中怎么讲的？3+11，好，这个跟800条人命有关吗？好，他不觉得，各式各样很荒谬的言论，你就是欠我们台湾人民一个道歉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个沈伯洋说蒋万安是盖牌哦这个黑手啦。为什么？因为疫苗资料涂黑哦，他们都是蒋万安才盖牌的啊。蒋万安是召集委员嘛哈。那台北市政府说这造谣哦，不愧是认知作战大师啊。沈伯洋说我讲的都是事实哦，没有假的哦。然后呢，沈伯洋说蒋万安已经黄国昌化了哦，说呢遇到问题就这个会变得很凶，然后呢转移焦点，或是甩锅给中央哦。那蒋万安说什么？我走黄国昌模式？你在讲什么？人民受不了民进党的执政模式，什么黄国昌模式？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公布了5个政见主轴，说蒋万安心不在台北。那沈伯洋说我的心要装下所有的台北人哦，我的心很大啊。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呢，捷运站应该设冲洗设施，所以呢，这个网络也说有3个问题啦。第一个，捷运人很多，那你能够冲几个人了哈？另外呢，也不是装几个莲蓬头就好哈。而且呢，万一偷拍怎么办？在捷运呢，问题也很麻烦，就是不是在捷运里面要洗澡啦。那另外呢，张景生说，慈济这个案子是慈济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信用危机。哦，到底要主动清理门户，还是等到司法来敲门？哦，因为现在在办诈骗案嘛。哦，这个到底要等到检察官来问吗？哦，还是你现在自己要检讨为什么中间发生这个被骗的漏洞啊？而且呢，说有上市公司的老板说以后不敢再大额捐款了。哦，所以呢，这3000万美金其实对慈济来是一个危机。我们看一下，开始从信封拿出来的合约2/3以上都涂黑。当场我就要求卫福部你要完整公开，他们还是支支吾吾啊，不愿意。后来疫苗采购合约就封存30年，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所以这整件事情，我想民进党不要再来洗地。会议记录里面清清楚楚、明白讲说，他有指示说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也就是说，可以哪样做？可以涂黑吗？对你机密的部分你要涂黑嘛？所以你自己说可以涂黑，然后你开门出去说怎么可以涂黑？怎么可以封存30年？我想说没有必要这样子吧，做人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来我看，其实这件事情你从不同角度看，完全得到不同的结果。刚刚我们放影片了，所以沈伯洋他的说法是什么？说当时涂黑是整个立法院的委员会当中，包含召委都理解而且同意的。那站在蒋万安立场说，我没有理解同意，我只是被迫接受。因为你送来的报告上面就是涂黑嘛，所以你不能把它解读说是蒋万安下令涂黑了，这是不对的。但是蒋万安知不知道当时卫福部给的，因为有合约相关的这些不能公布的关系，所以看到了是涂黑的，所以他还背了嘛，背诵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同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现在常常就会这样因为可能想法不同支持的政党也不同，所以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可是它就是同一件事，这其一。其二，刚刚前面我在结束前想要补充了就是我认为啦，现在因为刚好回来到陈时中，当时他确实认为说会有很多前科，那确实出现前科以后，所以要还陈时中公道。现在民进党很多支持者都是希望还陈时中公道，但我倒不觉得了因为我想要插这个话，我倒不觉得说他会是这个2027年如果要换行政院长的话，我觉得换行政院长的机会很高。并不是因为卓荣泰跟赖清德总统什么友情生变，而是从2024做到2027，那也已经做了2年多了。然后选举结果，我现在没有办法预测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但不管国民党跟民进党谁选的比较好，那个行政院长时间到了要换了，这个可能性都非常高。也就是说，民进党选得好也换，选不好那更换。那会换谁？我觉得换陈其迈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高。我一点不关心后面是谁来当行政院长，我关心的是这件事情是非对错本来是清楚的现在被很多人讲的越来越不清楚。它只分2段，第一段是买疫苗过程的挡疫苗，第二个阶段是
包括了民间买到了疫苗，包括了政府买到了疫苗。我们对政府所买到的疫苗能不能够资料公开透明这件事情，我们的要求。前面这一段挡疫苗，其实前面高声疾呼，然后最高调要去买疫苗的就是郭台铭，我想大家记忆犹新。其实郭台铭在他的脸书上面隶属了他所碰到的钉子。包括了他接到李大为的电话，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应该是总统府秘书长，然后打电话给他说：“大小姐叫你不要再买了。”那大小姐是谁？就蔡英文总统啊。所以这边呢就立下了层层关卡，很多的关卡其实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台铭有很详述的说明说，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连夜的要所有的相关人员加班，然后熬夜不睡觉，好不容易终于完成了这一些任务，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准备好。很多时候还是他自己打电话到德国总公司，因为他认识德国总公司的大股东啊。当然，最后他必须是由上海复兴这边挂名，但是实际上他是跟德国总公司联络的。那么，还甚至于他人还飞到了德国去，然后呢，去看那个他们那个所要生产的那一批的疫苗。大家记得吗？他那时候带着曾心莹，然后去顺便看他的捷克的这个城堡，然后接着呢就去看这个疫苗的生产的过程。这整段的过程，其实如果不是因为郭台铭锲而不舍、不断的呼喊，我告诉各位，其实他就被挡下来了。可是，在他答应了郭台铭的同时，为了不要让郭台铭一个人独揽其功，突然在宣布当天说：“台积电也要买，慈济也要买。”所以台积电跟慈济是为了陪着去稀释郭台铭的功劳，所以陪进来的。所以他挡疫苗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白纸黑字的记录是非常多的，不是说大家巧口啊，然后随便讲几句话就能够掩盖过去的。后面一段是资料透明的部分，台积电跟鸿海都有公告，他们买疫苗的采购预算1.75亿美元，好，总共大概是新台币50亿新台币，好，他们都有公告，所以他们其实有完整的资料，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那这样它实际上面买的是多少钱，然后这中间因为冷链的物流费用是多少钱。那么慈济的部分呢，它在当年度他们有一个灾害救助的预算，好，在他们里面编列支出总共是63亿8600万新台币。可是这里面呢，不是只有采购 BNT， 是包括了采购 BNT， 还包括了冷链，还包括了提供其他的医疗防疫物资。所以，那么慈济这边可能要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所以你买的是比这个鸿海跟台积电整整贵10亿新台币吗？这个是慈济要去检讨的。可那我当然就也好奇啦，如果说这个单价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政府到底买多少钱？那我也会好奇啊。如果你买的比慈济还贵的话，那慈济都是被骗了才买这么贵的。那我就很好奇，政府到底买多少钱？到今天为止，我们其实是不知道政府每一剂 BNT 是买多少钱哦。因为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是有这个台湾的采购的其他的民间单位可以做比较的哦。所以沈伯洋那时候也不是立法委员，你至少回头翻一翻那个时候的这一些文件啊，他那个时候的这一些相关的新闻。我想知道的是，那你就知道政府一剂买多少钱了吗？你知道了吗？我不知道我很想知道就这么简单。明显。所以从那时候的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的谈话，甚至包括慈济的执行长严伯文的谈话，显然政府在挡疫苗，这是事实嘛？就说你挡的力道，就说你阻挡，那你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除了价差之外，就说他那个 BNT 是上海复必泰代理之外，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你到底是不是在扶持高端嘛？中间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利益输送或官商勾结，这才是要查的啊。所以刚刚凤馨讲的说价差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未来都要揭秘啊。那你不去查事实就是事实，那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印象记忆犹新嘛，2021年跟2022年那没有很久这不是说几十年前的事情，这2、3年前的事情抢残疾的啦，半夜去漏夜去排队的啦，甚至有人跌倒的有，那有人因为身体健康，你知道那时候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那数据很惊人呢。有些人透过关系都到国外去打，国外因为在超商就可以打了嘛，有些有关系的或我愿意出国了。所以这个是造成民众就说相关的死亡数据都在嘛，所以政府说做得很好吗？当然了，这是有检讨的空间嘛。第二个，疫苗确实政府在挡疫苗，造成疫苗那个不够，这造成的后果，这当然是都要概括承受嘛。那至于说陈时中最近真的太活跃了啦，讲了那么多，到底他背后有没有动机或目的是怎么样？那造成的事实就是说沈伯洋就消失了。沈伯洋今天如果不是制作单位公布一个说他今天公布了一个证件，谁会记得啊？我刚因为要上节目，我还特地去看沈伯洋今天公布的证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捷运站洗澡。对嘛？他讲公布5大证件，说 HEART HEART 新，然后还包括说在捷运要洗澡，捷运要广设那个沐浴扇，还有包括 T-Pass 可以用到共享机车，我还稍微去研究一下，这有可行性吗？不可行，因为共享机车是私人的公司。是嘛？你怎么用？还有包括停车的问题，这一些你包括 T-Pass 如何用在公车或捷运或 U-Bike， 或许有讨论性，所以那变成说沈伯洋在扫街，都在回应陈时中议题，反而他今天的政见没有人关注。那补充30秒就好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太有记忆点了。这个大小姐说你就不要买了。所以，李大瑋到底有没有讲？他会点名，因为是郭台铭直接就点名就是李大瑋的。那李大瑋当时2度否认，我后来也有机会专访他，他说他没有讲过这个话。可是双方都没有进到司法程序。郭台铭跟我说他有。对，郭台铭都写在脸书上公开说的啊。但李大瑋说没有。李大瑋要把它写到回忆录里面。所以跟我本人也说过。对啊，所以郭台铭跟李大瑋的说法是完全南辕北辙，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结论，因为2个人都说对方讲的不对。休息下再回来。他讲的。好，那中联这个油到现在还在闹那到底20%这个标准怎么定的？说呢，毒油专家跟中联的高层北上开车一起同个车参加专案会议所以呢这样的话不是就关系密切了吗？怎么可以一起参加这个会议呢？所以呢问题来了所以就被人家拿出来讲讲完说这叫球员谈判。都是民进党政府都同样的人嘛，怎么而且还参叙一起吃饭吃了饭以后呢，这个对不对？这个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还讲什么呢？所以国民党说食药署不知道不知情，还是就是说如果不知情就是失职，如果知情是共犯，你到底知不知情嘛？这陈以信就提出了这个质疑了那另外呢，民众党委员这个邱慧茹也说这一问都3不知呢，到底通报责任是谁也不讲清楚那另外呢，台糖这个致癌油呢，什么时候知道的？有3个版本，所以黄国昌说内阁说法矛盾，充斥谎言卸责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嘛。他说包括石崇良包括经济部次长赖建信，包括经济部的这个部长龚明鑫石崇良说7月15号知道。那这个赖建信是说呢，7月19号才知道。那龚明鑫说7月28号才知道。内阁就这么几个人搞了这个3个版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周刊在爆料提出20%风险试算的食品专家朱燕华，会前曾受中联邀请进场查核背书，还被民众目击和遭羁押的中联总经理于林冲、厂长陈明荣参叙，并一起搭车北上开专家会议。难道这没有内神通外鬼吗？这个政府难道没有任何人要出来负责吗？这个政府就像少女足球经典台词一样，球员、球证、裁判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这样的心态。说原料不是食品，所以不用通报我现在问你，原料是不是食品嘛？我就问这一题就好了嘛。这个也要有主管机关来解释。你连食品原料是不是食品你都没办法解释，
还是主管？那你还解出理由说，因为它不是食品。好啊，那我们现在请卫福部，他现在就是要听你的答案才要回答啦。那你就告诉他答案，原料是不是食品嘛？他就是告诉我们国人，他站在质询台上完全没有功能嘛，你就简答就好了。因为我真的时间非常有限，你就告诉我简答题原料是不是食品？说明了哈，这个标的是脱胶原油。好，你没有办法回答，下去，我要经济部长继续回答 Q2，谁是通报义务人？你没有办法，你长篇大论，你完全浪费我的时间，你下去。每次都这样在浪费我的时间。来，谁是通报义务人？台糖不是通报义务人，那谁是通报义务人？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回答，你站在这边到底是要干嘛？我只知道中联是一个不良企业。不良企业，所以是谁要通报？不是台糖要通报，请问是谁要通报？台糖没有通报义务，经济部也没有通报义务。那请问谁是通报义务人嘛？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都没有把答案准备好。来，小新。这个当然是要通报啦。我觉得在这个什么脱胶原油上面再去争执，那只是让政府的公信力持续下滑而已。这个油的事情到今天了1个多月了，政府还要用这种态度继续去熬。725的时候，这么多人都走上街头，我们当时就讲，其实先前民进党相关的人的评估是觉得没什么人会去，因为呢没什么动员嘛。那国民党的这个组织也不像是10年前、20年前这样，哇，一次动员很多人，但是民众其实心里是有感觉的，所以这么多人走上街头。那我们要讲，像今天最新的这个相关大家质疑的点是什么？就是在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终于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去看里面 A、D、C、B、E、F、G， 去大概比对出了说，那这个哪一个专家是谁的时候，发现问题大了，因为里面的其中这个朱姓的研究员，好，那他呢基本上就是中联因为台中有开过一次会，请中联来做说明嘛。后来在卫福部这边有一个专家会议，是中联来做说明之外，还订定了20%以下不用下架的这个标准，这是大家最质疑跟中央政府有关的嘛。好，那你会发现很奇怪哦，去台中说明的时候，中联他找专家学者帮他去做一个说明跟解释的时候，带的就是这个朱姓的然后呢一起去的不止一起去而已，他还去厂里面帮他去看，他叫什么朱艳华还去帮他去里面看说，你的制程啊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以他的状况来说的话，在卫福部你陪中联去台中市政府说明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中联就直接讲说这个人是我找的，所以他在台中的那一场不是所谓的专家学者，而是中联请来的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嘛。但他的身份到了卫福部不一样哦，他是独立于中联之外的真正的专家学者，在帮我们的政府来建议政策的。所以你其实就应该要回避。你们有非常严重的这样利益的冲突，就应该要把我先前陪着他去看了他的场了，我也帮他说了话，这件事情揭露出来，你就不应该在那个会议里面。结果不仅在会议里面，还是他的发言就是在讲这个20%可以以下就可以呢不用下架的类似这样的说法。那整个卫福部也就是食药署还有这个食安办都往这个方向去，一开始就预设好了立场，引导这个20%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哇，你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这么离谱嘛？那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在整个决策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谦卑一点，那承认一些错误，然后呢跟大家道歉，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解决，这个其实有的事情不一定烧这么久。那你在台糖的这个法源，我最后讲一下法源的依据，在我们的食安法里面的。基本上你这个食品无论它是不是原料，基本上你只要比如说我买到我验到这个食品它本身是会可能会造成社会上的风险的，你就要通报，因为自主通报，因为我们政府没有办法一家一家去查，所以才规划了自主通报嘛。那自主通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不同家的厂商因为有这个通报系统，所以比如我买到我验到了，其他人可能还没验到还没买到，我先去通报，那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他人的风险。照理来说它是一个互相交叉监督的机制。如果今天台糖一旦开了这个门，就讲说因为它是原料不是食品，没有通报义务，你这个门一开了之后，以后类似这样的食安完全都管不到了。明明可以早一点发现、下架、回收、保护人民健康的，你现在呢就因为它是台糖，然后就咬死不愿意承认，然后跟民众的健康在那边就是一直僵持不下，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大家回到法源，尤其是
我们现在卫福部是要修食安法吗？修法的版本的文字说明里面就很清楚的，其实提到了，它不是只有说完成品，你只要你买到的跟食品相关，你认为它会有疑虑的，其实都应该要通报。所以那天这个本来说是这个中联只有参加上半场，没有参加下半场，记得吗？说谎，当时我就讲说，骗人啊，就算是而且他说下半场也没讲话，我就算没讲话哈，那些中联坐在那个地方看这些学者讲话，那学者没有压力吗？有，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一起吃饭呢，一起吃，就算没有，是我这业者看到你这边讲话，更离谱是，你看大家现在都骂中联是很可恶的厂商，我完全认同。那为什么中联是可以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政策之前，全台湾第一个知道20%以下不用下架的是他们？凭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因为亮君要陪沈伯洋去扫街，就要扫街，他们大概有分配任务所以亮君必须要先走，5点都要去扫那个刚下班的人的去夜市好，那么傅崐萁今天缺席总预算的协商因为总预算还在协商而且原来有这个2000多个什么案子现在3，希望能够少变成100案以下才好协商那傅崐萁缺席协商也没有授权。因为韩国有问林佩祥有授权给你书记长吗？那个林佩祥说没有所以我签字也没用因为没有授权给我所以韩国也就发飙了，说傅崐萁是垂帘听政吗？他要不然就要来要不然就要授权要不然就辞职所以院长对这个傅崐萁发飙，这很大的事情所以今天媒体呢，这个大幅的报道连什么奥德赛啦、慈禧太后都来了。所以呢，韩国瑜5分钟之内，这个屡不出席，把当蓝绿白总召是250吗？当绿白总召了，因为蓝没有来嘛，你把绿白总召都来了，他们是250吗？你傅崐萁是慈禧太后吗？你在垂帘听政吗？然后呢，这个蔡其昌看奥德赛，陈金龙去按摩那质疑傅崐萁是不是在打麻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韩国瑜这一下子金句连发那林卓水说，终于发挥，批得好然后呢，这个好吧，我们先看。我再请教一下，基隆市选出来林佩祥委员，你是重要的中国民党书记长，你的总召开会一而再再而三不来，你要很负责任的报告，你签字，你的同意有效还是无效？总召不签，我签字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代表党团的。立法院病态发展，病了，还要遥控，你把我们院长、其他党团放到哪里？这么多官员都在这里，你现在通知副总召，他有3个选择：一，本人来，这没话讲；二，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辞掉总召嘛，总召不干了嘛，不是比较轻松吗？哪有这样子做呢？这个我看傅崐萁你说好几次没来我现在知道傅崐萁总召7月30、31、8月4号、8月6号跟今天8月11第5次没来。那其实有时候有些状况或身体怎样都可以。现场有3个蓝绿白党团的总召，他就问了蔡其昌，他也问了蔡其昌说，如果你没来的话。那你的这个干事长可不可以代表你？他说可以。还要问一下陈金龙，那你们民众党可不可以？也可以。他回头问林佩祥，你看他点林佩祥说基隆选出来的林佩祥，我觉得韩国瑜是生气了啦。他是确实有情绪，不是说只是要诙谐一下，通常都是诙谐嘛。他问林佩祥说，那好，副总召今天还是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协商总预算，请问你是书记长，你等一下我们协商的内容，你签字算不算？林佩祥说不算，他就发飙了。那既然不算，那我们在这边干什么？所以他就给傅崐萁3条路走他还直接呛第1条马上来，第2条那就让林佩祥授权帮你做决定，第3个他叫傅崐萁不要干总召了。所以其实这个今天下午在网络上面炸开来，因为确实很久或者说很少看到韩国瑜这么生气。那我也觉得啦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副总召为什么没有来。
可是既然没有来，而且也不是一次，他授权给林佩祥书记长去帮他做决定，那电话上可能沟通一下，问一下总召意见，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可行，因为毕竟韩院长本来是希望8月7号过了，今天都已经8月11了，他可能也觉得说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他就生气了。就是现在我看到传给我这个影片是4点38，那个时候看人已经11万，所以看了很多。到底为什么他不去？他生气吗？刚刚最新是我们在录影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轮哦。那我也跟大家讲，后来那个党团协商签了哈，林慧祥签了。那林慧祥签了之后呢，韩国瑜院长又很生气，又把他骂了一顿。但是副有授权给他吗？不，我不知道有没有，但他是签了的。就最后大概在10分钟之前吧，就4点多、4点50左右，大概这个时间抓不准，因为刚才我们大家都还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要先帮林佩祥委员讲一下话，他是做书记长很认真，然后很负责任，也很帮大家。那这一次韩院长虽然是点名了他，可我觉得韩院长这个火气大概也不是对他而来的。那他因为虽然他是党团的书记长，但是我们党团里面有总召书记长、首席副书记长3个人，他们要有共识，那才等于是有授权嘛。那所以他也是很诚实的，他算是有点夹心饼干吧，那当然是希望说院长这边的要求他能够满足，同时的他作为书记长还是要得到总召的授权跟同意嘛，所以他的位置是比较尴尬一点的。那我要讲就是说，我知道的是，其实这虽然说傅昆萁总召他这1周都没有出席政党协商，但是政党协商该做的事情，我们国民党团是有在做的。举例来说呢，韩国院长一直希望说，这个要拿去表决的案量可以往下降，对不对？少100案。对。那上礼拜5我们党团大会的时候，傅昆萁总召就有提到说，他正在跟民众党沟通，说我们蓝白因为要一起讨论，否则的话怕会有超删呐或等等的这个状况，所以这1周以来都还有在跟民众党去讨论说，蓝的跟白的有没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可以下修的地方，有没有还可以协商的地方。所以虽然院长协商他是没有去的，但是呢，他其实在蓝白的这个案量沟通，也就是院长希望的这个部分，傅昆萁总召他是有努力在做。好，那至于这个事情，今天当然导火线是缺席了几次嘛？但我想事情的这个引发点可能在上一次院长协商他有去的时候有2次，一次是张敦涵，然后跟陈培瑜。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陈培瑜不是民进党现在的党团干部，但是他在其中，也就是傅昆萁总召有出席的那一次，他在里面一直插话，一直表达意见，浪费大家的时间。好，那时候没有管，所以他就可以讲。然后讲了老半天，后来下一场是翁小玲委员。那翁小玲委员他是提案委员，所以他人是可以在场表达的。但是因为韩院长他觉得说大家发言都已经这个保留了，就不要再浪费时间，所以就没有让他讲。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件事情让傅昆萁总召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翁小玲委员也应该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否则都是张敦涵他一个人一直讲，而且那个态度跟他完全不是来拜托预算的，他就是态度是来挑衅的。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在政党协商的时候，张敦涵的态度是什么？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关键点是，像未来账户这样的民生法案，不涉及任何政治，一样不附属。所以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预算进到开始去审查跟协商的时候，有几个前提啊，包含你对于军人加薪啊、警消的所得替代率这些，你们基本上根本不依法行政的东西，你要检讨。结果现在告诉我们说还是没编，然后未来账户还是一样不愿意依法行政。那这个当然让国民党的很多立委，我相信可能也包括总召，那他会觉得说你现在这个政府的态度我没有办法接受。但院长他的角度又不一样，他是要去主持这个预算的政党协商的，所以我想他们在角度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今天韩国瑜这样发飙了，那下一次傅昆萁会不会来呢？其实本来大概本来说要开一个5点的记者会啊，因为媒体朋友告诉我的，就是说傅昆萁总召要出来跟大家说，好，那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我相信应该也有委员是有去讲说这个冲突大家都不希望台面化嘛，协调一下吧。对，所以后来这个记者会是没有开的。好不好？赖清德注意，叶元之说卢秀燕12月25号当天宣布选总统，必然的是。叶元之变成卢秀燕的发言人啊！12月25号，为什么？因为卢秀燕就任那天是12月25号，所以12月25号离线纪念日卸任满了啊。那卢秀燕说，2届市长我都会做好做满啊，因为实际上当时我也劝卢秀燕选国民党主席，卢秀燕亲自从台中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解释，她为什么不选，就是说她的市长
必须要做好做满啊，这是他的坚持了哈。那另外呢，现在有人说是不是卢秀燕跟蒋万安之间很好啊？哦，又姐姐弟弟啊，是不是卢蒋体制会浮现了？卢秀燕说我们本来只是港州呀，我们是港州呀。那蒋万安说我们在专注市政啊，虽然我们关注市政，也关注民生议题啊，所以2028会港州吗？好，民进党酸了，说这叫做市政放生组，这两个都是市长，所以你们都放生市政不管了，只是管2028啦，什么港州你们是市政放生组，放心怎么看？不用讲什么市政方针组，如果真的是市政方针组的话，那对不起，他们两个人的民调声望不会这么高。然后第二个是，那么这2个区都是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非常非常吃力的2个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市政表现好的话，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哦。我对于其实卢秀燕什么时候宣布我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我只是希望他能够都准备好，因为呢，市长跟总统是2个很大的不同的阶，他必须要在那个接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觉得你都准备好。因为我觉得经历过过去的这20多年来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我觉得大家开始已经慢慢的认清，就是你的魅力是一回事，你的这个形象是一回事，可是你有没有展现出一个我不只是市长，我是国家领导人，我准备好，而且你必须要在第一时间，不是我宣布而已，你宣布的同时，你必须要准备好18般的国际议题，你通通都已经准备好。我觉得这一点准备好，远比你什么时候宣布来得更加的重要。那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韩国瑜跟傅昆萁的这件事情好，那当然我觉得巧芯刚刚做了很多的说明，那这个说明当中，也许会觉得说，那韩国瑜之前为什么不禁止陈培瑜说那么多话？对，那你为什么反而是禁止这个翁小玲说话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有这些疙瘩，但这些都不是重点。我觉得什么是重点，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认为全国民众都会支持你这么做，这才是重点嘛，而并不是说我耍脾气我就不来了，然后这是如何？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一样，在山域上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支持要好好监督的。可是呢，它必须要是有系统的做一个，就是我在编列我在删预算的同时，我说出我删预算的10个亮点。我这10个亮点我达成了，我今年就完成了，而并不是放有每一位立法委员百花齐放，然后弄到100多个案子、200多个案子、300多个案子、上千个案子，2000多案后来。对你这么多的案子，就是没有亮点。其实从政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是说别人不厉害，我比较厉害，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要有亮点，只有亮点才会被人记住。你做很多，结果不被记住，那都不是功劳，那都是拖累。明显，现在台湾多数的民意认为说，民党权力过大，行政权过大，然后缺乏监督制衡嘛。所以我们来讨论监察院代表全会的问题，说监察院也是监督行政权嘛。那现在国会包括很多通过的法案，行政院给你不执行、不附属，甚至不编预算的时候，那该怎么办？所以现在不论是要讨论2028是谁出来选，在于说那一个人能不能回应民意嘛？你如何去监督执政党嘛？就说如何去教训执政党。所以不论是卢秀燕、蒋万安，甚至韩国瑜，甚至其他人选，都要回应民意，如何去监督执政党啊？你包括过去